Hello，大家好，我是阿飞。在座各位看了这么多的综艺，总能发现一些平台为了提高收视率，可以做出多么极端的操作。当然，媒体的任务就是制造热点话题，让更多的人可以关注。视频的好坏与话题有着最直接的关系，如果没有现成的话，那就只能自己做一个了。今天咱们聊一聊来自巴西的真实犯罪节目，它的收视率极高。各位猜猜秘诀是什么？没错，所有的犯罪故事都是精心策划的，而观众眼里的那位勇敢揭露犯罪的主持人，为了提高收视率，不惜雇凶杀人，制造最凶残的案件，而实际上他才是那个幕后的大 boss。 这样的节目未免也太行了。马瑙斯市是巴西亚马逊河州的首府，这里有着成片的贫民窟，遍地都是毒贩，由此衍生出来的治安问题数不胜数，什么黑帮火拼、当街抢劫，这都是家常便饭。而市民们最渴望的莫过于打击犯罪，过上安稳的日子。因此但凡讨论到这个，人们总会提起华莱士·索萨这个人的名字。他是当地最受欢迎的主持人之一，主持的犯罪节目自由频道记录了最真实的犯罪现场以及抓捕的全过程，收视率齐齐爆表。作为主持人，华莱士也非常懂得把握好现场的节奏和语言张力，使得节目整体扣人心弦。其实在做主持人之前，华莱士曾经是一名警察，服役几年后便离开了警队。在1996年机缘巧合下，他才成为了节目主持人。刚开始主要负责采访当地的政治人物，虽然华莱士不是科班出身，也没有接受过扎实的专业培训，但他在报道新闻方面风格明显，很有自己的一套。后来节目便逐渐转型，华莱士开始利用自己当过警察的优势获得内部消息，然后进一步调查马瑙斯市正在发生的犯罪案件。每次他都会花费大量的时间调查，最后帮助警察将坏人缉拿归案。在此过程中，以华莱士为首的节目团队毫不畏惧，总会与警方的突袭同步行动，直击犯罪的第一现场。事后证明，节目转型的非常成功，后来正式改名为自由频道，专攻各种谋杀案，尤其是一直都没有抓到的犯罪的悬案。不仅如此，演播室的各种状况大部分都是即兴发挥的，为的就是展现马瑙斯市最真实的混乱状态，以此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当然，正义战胜邪恶是观众们普遍期待的完美结局，而自由频道给人的印象就是真实玩命。节目组非常的拼，他们总能第一时间拍摄到受害者的惨状以及抓捕罪犯的刺激场面。而最大的亮点莫过于华莱士本人，他有的时候要帮助警察放哨，跟在他们身后与子弹擦肩而过，甚至有次还被作为人质直面罪犯。这些都是来真的，这样冒着生命危险做节目，换来的就是收视率蹭蹭的上涨。自由频道很快就成为了亚马逊河州历史上最受欢迎的打击犯罪节目。随着收视率水涨船高，华莱士的形象瞬间就高大了起来。在观众眼里，他是正义的使者，总是不顾个人的安危，毫无畏惧地对抗各种杀人犯、毒贩和绑匪。他与腐败的官僚主义不同，始终与人民站在一起。也多亏了自由频道的爆火，华莱士顺势开启了自己的政治生涯，成为了马瑙斯市的人气议员。其实看到这里，华莱士的人生之路还是挺励志的。他抓住了人民群众厌恶腐败当局和罪孽深重的人的痛点，成了对抗这些人的英雄。在节目当中，他通常风趣幽默，可一旦涉及到严重的犯罪案件，他便立刻严肃起来，说话咄咄逼人，会把自己塑造成为一名打击犯罪、几经疯狂的城市英雄。他知道这个城市已经烂到根了，尤其是毒贩上最让人深恶痛绝。于是华莱士便在节目当中激情开麦。他个人觉得对付毒贩的唯一方法就是子弹，他还带着节目组寻找毒贩的蛛丝马迹，甚至一举端掉了毒枭的老窝。凭借如此强硬的态度，华莱士再次疯狂吸粉，成为了媒体界呼风唤雨的大佬级人物。其实仔细想来，以华莱士为首的节目组确实有些过于神通广大了，他们总是能够精准地知道哪里正在发生暴力事件，甚至比警察到达现场还早。事实证明，这样的猜测并非空穴来风。就比如曾经在2008年的某一天凌晨，马瑙斯市的警方接到报警电话，郊外正在发生火拼，于是警察立刻前往案发现场，果然又是血腥恐怖的场面。不过对于马瑙斯市来说，帮派火拼、当街行凶，这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可最让警方诧异的是，自由频道节目组的消息竟然比警方还灵通。他们早就派人在现场报道了，而且是凌晨刚发生的命案，当天就登上了自由频道的节目。
全都是一手消息，这效率简直堪比神速，甚至让人觉得这场面是提前预谋的。于是当天的收视率又是爆表。然而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华莱士团队这一系列的过于敏锐的操作引起了警方的注意，这为日后的翻车埋下了伏笔。在某次节目当中，和往常一样，记者穿过森林，第一时间赶到了犯罪现场。那是一具正在燃烧的尸体，冒着浓烟。奇怪的是，记者只看到了尸体，就开始详细报告犯罪细节。现场充斥着肉烧焦的气味，死者是一名男性，他被汽油点燃后活活烧死了，而案发时间应该锁定在凌晨。别的不说，单凭现场的画面，一个普通的电台记者是如何看出来谋杀时间的呢？这不禁让人产生怀疑，难道节目组提前就知道了这一切？于是在这之后，警方派了卧底受雇于华莱士的团队。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潜伏，现任诺伊亚豪尔赫终于发觉了真相。根据他的证词，他一直按照老板的指示去办事，然后登上自由频道。不仅如此，他还透露，杀手还不止自己一人，华莱士甚至还指使自己的儿子去暗杀。这消息一出，意味着华莱士团队的翻车。2009年4月22日，警方获得搜查令，来到华莱士家中进行搜查。果然，在儿子拉斐尔的房间里面，警方发现了20万美元的现金，以及大量的枪支和弹药。除此以外，还有一长串的毒贩名单，全部竞争对手，有的已经做好标记已处决。因此，警方有理由相信，这些钱都是用来买凶杀人的。确实，真相远比大家想象的还要可怕。被视为城市英雄的华莱士才是真正的幕后凶手。他精心策划了某些案件，只是小弟前去暗杀火拼，然后自己又玩一把英雄降临，带领整个节目组闪现到出事地点，以此获得珍贵的独家报道。久而久之，在观众们的潜意识里面，华莱士是比警察更有安全感的形象。可偏偏就是这么一位英雄人物被爆出惊天丑闻，也就是说，比起主持人一员的身份，华莱士还是一名专业的演员。他精彩的演技骗过了所有人，让一座城市甚至一个国家的信任感瞬间崩塌。不过尽管如此，华莱士仍然否认自己有罪，即使有照片证明他和莫亚认识，他还坚称自己不认识他。至于儿子拉斐尔的嫌疑，华莱士表示自己从来没有参与过任何犯罪活动，主打的就是一问三不知。可是随着警方调查深入，他们掌握的证据对于华莱士是越来越不利了。自由频道也遭到了停播，而在此过程中，有些调查人员的人身安全还受到了严重威胁。可华莱士仍是一副无辜的嘴脸，他声称自己触碰了某些人的利益，所以才会受到如此荒谬的指控。不管怎么样，他将继续为人民服务，打击大毒枭，与腐败源头做斗争。当然，这里的某些人指的就是当地警方以及背后的司法和公共安全部。而另一边，支持华莱士的观众也普遍相信这一说辞，他们认为自由频道揭露了相关部门的无能，所以有些人恼羞成怒要搞事情。据知情人士透露，每次的犯罪现场下指令的人通常都是华莱士和拉斐尔。事后由华莱士通知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之后他还肆意捏造新闻，歪曲事实，只要是他自导自演的案件，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这一切都出乎了节目的收视率。最终警方认为华莱士至少为节目策划了5起以上的谋杀案。另外他还面临多项指控，比如贩毒、非法持有武器。不过拉斐尔却极力地维护自己的父亲，他声称要向全世界证明自己父亲是无辜的，只有疯子才会为了收拾律师而杀人，那实在是太疯狂了。不出所料，华莱士凭借自己的政治地位，拥有议员豁免权，仍然能够逍遥法外。但儿子拉斐尔因谋杀、贩毒和非法持有枪支的罪名被捕，同一年他被判处了9年徒刑。即使走到这一步，许多支持华莱士的粉丝依然在为他喊冤，他们永远相信他是无辜的。可惜被打脸的时候到了。在2009年10月，华莱士被逐出议会，没有了特殊身份的加持，他一直四处躲避警察，完全没有了往日的气焰。后来到了12月，自由频道的另一个制作人被逮捕，华莱士也干脆自首。不过在候审期间，华莱士的身体情况急剧恶化，被人送去了 ICU。 最终在2010年7月27日下午4点，华莱士因心脏骤停而去世。本以为随着华莱士的去世，这场闹剧也正式告一段落，但很多人都将信将疑，认为这事情没有定论。毕竟在巴西，黑吃黑也是有可能的。正因如此，还有一部分华莱士的粉丝始终相信他并非幕后大 boss， 也有可能是被陷害的。或许这就是一个政治阴谋。只可惜
华莱士永远也没有办法道出真相了。不管怎么样，所有的坏事不一定都是华莱士策划的，但他也绝非完全无辜的人。在暗潮涌动的政治斗争中，善于利用媒体煽动观众情绪，强行灌注一些观点，可以让他更加稳固自己的地位。更何况在这片土地上，牺牲他人的生命作为自己所用，也是司空见惯。有些人能够为了提高收视率而去杀人，也有人能够为了清除障碍而去高剐一个人。昔日的城市英雄只是这个大魔王惯用的人事而已，又或许他也只是一粒棋子呢。好了，今天主持人雇凶杀人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儿，记得点赞、评论、订阅。我是阿飞，我们下期再见，拜拜。